在我们髋的打开练习中，你可能经常会看见这样的练习。然而这样练习你会发现，更多的都是偏向于髋外旋的训练。然而不幸的是，在我们的实际一线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髋内旋受限的人反而更多。因此，仅仅是进行髋外旋的训练，可能对你的髋的打开是比较有局限性的。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同学的髋其实已经卡在了一个外旋位，也就是处于一个髋外旋的状态。此时你在进行髋外旋的训练，其实对我们髋关节的灵活性提升是微乎其微的。那么，如果我们进行一些髋内旋的训练，去拉开我们髋关节后侧的这些紧张肌群，让我们的髋关节回到它正确的位置上，不仅对我们的髋内旋有所帮助，同时对我们的髋外旋依然有所帮助。也就是说，我们的髋关节无论卡在了外旋位还是内旋位，其实你的髋内外旋都受到了限制。只有我们髋关节回到它正确的位置上的时候，我们的髋关节灵活性才能达到它最好的一个程度。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2个髋关节灵活性的练习，如果髋关节受限的同学，不妨可以去尝试一下，应该对你的髋关节灵活性的提升会大有帮助的。我们四足位到垫子上，将我们右侧的膝盖搭到左侧膝盖的外侧，然后右臂向前伸展，你能感觉到你左侧的后侧臀肌会有强烈的拉伸感。好，在这里保持呼吸即可，吸气到肋骨两侧，呼气让你的右手尝试往前够，然后左髋向后推，去更多的拉开我们左侧的臀肌。每一次吸气到肋骨两侧，呼气让你的右手和左臀保持一个向远的延伸。然后在这里我们做10到15个呼吸就可以了。好，我们依然是四足位到垫子上，在你一侧的膝盖下方垫2块瑜伽砖，当然你垫2本书也是可以的。保持我们四足位的一个状态，吸气的时候让我们右侧的膝盖慢慢去找向垫子骨盆，做一个向下的旋转。呼气，然后让我们的膝盖向上提，提到一个极限，做一个向上的旋转。好，吸气落，呼，吸气落，呼，吸气落，呼气。注意幅度不用太大，不要惊动我们的腰或者胸椎，尽量把这个旋转留在我们的骨盆段。好，你可以做10到15个呼吸，2到3组位。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如果你的髋关节灵活性是受限的，不妨按照上述的方式去尝试一下，相信对你真正的髋的打开以及提升你髋关节灵活性一定会有所帮助的。关注老王，做深度思考练习者，我们下期再见。